是吧？王小喜这干的，我刚看完，太恶劣了，当街猥亵妇女，还当着人丈夫儿子的面，这要不办他还得了？这么激动？来3年了哈，第一次做承办人啊，对案情投入很正常，但你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投入可以，不要代入，因为咱们是检察官，不是普通群众。我明白。但这案子门口有人找。哎，稍等啊，姐你去啊，我看看。对，行。小陈出去。哎，大哥，打官司不呢？写不写状子噻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到，去滨东出差了，特意来这儿看看你。看你现在这打扮，越来越像奸商。哎呀，这家伙不给我找个好地儿做，哎呀，挣不少钱，一点也没存下来。我这手里拿了个搂钱的耙子，后面跟着个散财的童子。谁呀？元芳，袁大律啊。急公好义，赤子之心，江湖人称永远不胜散财童子。我这天天加班加点，我这做业务挣钱，他这到处打那免费的官司，元宵不就元宵，白玩。我们律所呀，现在能勉强维持下去，算是不错的了。你也不用在我这抱怨，你要不想干，你就不跟他干就好了吗？人呐，你不能一身铜锈啊，得有点追求是吧？你看你不还是想干吗？行，有他支持你挺好的。你稍等会儿，等我下班了，咱吃饭去吧。啊，我都订好包间了，我晚上叫上夏仁杰，叫上于高远一起呗。尤其于高远，有点事儿啊，我得跟着孙子好好唠。他又干嘛了？我前2天碰上张立慧了。我听说他不是在周老师那读研究生吗？过得不好啊，非常非常不好。庭长，您找我？小夏，来，进来。哎，我把门关上。啊，不用，来坐。这么回事儿，听你打算把你调到梅芳那个组去，有意见吗？为啥呀？梅芳命苦，丈夫刚病逝，自己恢复工作没2年，专业不太行，调你过去帮扶。梅姐不是老牌大学生吗？我记得是东都政法毕业的呀。有什么用呢？荒废了。她呀，前些年被她丈夫政治问题连累，被下放干了财务，就没当过几天审判员。听你当初啊派了小孙过去，可这小子说话太直，梅芳呢又比较敏感，两人经常是，懂了？懂了。可是庭长，我说话可比小孙还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中午吃急了，有点反胃。小夏，现在挺你也很难呐。大案子我们不放心交给他办，可总给他小案子，他又不满意，3番5次的找领导，问庭理是不是不信任他？你说该怎么办？您让我说什么呀？你就说我一定会在专业上帮助梅芳，还会注意方式方法，既保护梅芳的自尊心，又让业务不出岔子。庭长，您放心吧，就交给我了，行不行？屁大点案子，1审达到20审，轻伤害，给判了3年，已经是顶格了。那家属还闹。哎，小夏，喂，又自杀又上访，要我说啊，你不应该搭理他。我吃完了，慢慢吃啊。忙，行。哎，小鱼，我正找你呢。哦，船上是有你一封信。
他说在那搁了1个多月了，你也不去拿，让我给你带着，回头请我吃饭啊。谢谢。哎，看这名可是个女的，所以呀，小鱼，眼光够高的，最高点的你都懒得搭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开玩笑，同学。回来了。对。师傅，看这些。哎，烫着我这毛毛躁躁的你，怎么了？你看咱庭审这几次啊，10几个案犯，每个人嘴里都提到了一个叫小光的名字，他肯定就是这流氓团伙作案的头子。但你看这起诉书啊，这么久没有提过他的名字。那照你意思呢？什么叫照我意思？就把他揪出来呀！这个案子，检察院送来什么，咱就审什么。为什么呀？不是师傅，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，受害女性几十个，还有未成年，还有自杀的，这说怎么办呀？我担心到时候追责还是追到咱们。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小光指使的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，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全是这么说呢。宋小光，就你说的这个小光，狂躁型精神病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为什么检察院这个起诉书上没体现？因为没办法体现啊！就你看出来了，别人都是睁眼瞎呀。这个鉴定报告，案子移交的时候就跟过来了。那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。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，单人病房，够给检察院面子了。他什么背景啊？你知道宋小光的宋是哪个宋吗？白宋的宋啊！傻小子。宋小光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谁不知道？全滨江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。什么意思？那是宋副书记儿子，滨江赫赫有名的大太子啊！你呀，多余。哎，是吗？那可不，老宋就是从滨江起家的，市里一多半干部都是他老部下。想办他独苗儿子，你先掂量掂量啊！喂，哪位？我陈一正啊。啊，一正啊，什么事儿？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老狼忽然请吃鸡，有什么要紧事儿吗？不是，没要紧事儿。那个，陆泽明来了。行，我去宰他。啊，行。还有啊，老于可能也来啊。无所谓。来这么早啊？哈？哟，陈大检察官。哎呦，大审判员，除了吃饭还看着书呢。那你看看，多久没见了？上次是春天，拔河比赛。哦，对，
老于带着你们院那帮壮汉，都快把我拽飞了。那是你没原则呀！一拉拢你就投诚了。谁投诚了？我什么时候投诚了？我说你俩有这么忙吗？咱们院就挨着，这1年见不上面。我还行，我不怎么忙，夏英杰比较忙。成天往下面跑。你们中院不是主要负责2审吗？往下跑什么？刑庭特别忙，我们庭长整天说咱们不比基层法院，来的都是重大的案子，所以基本上每个案子呢都得亲自提审调查。但这不应该是公安和你们检察院的活吗？对呀，问你们庭长啊。他们这庭长有点难于那个师傅的意思啊。你说谁？老张啊？啊，他们庭长就是从你们院调过来的呀，对调查案件有本能的、巨大的、无限的热情，职业病。医生，你说就是审判员还要去调查案件这事儿对吗？我们国家这个情况，我觉得是必须的。因为我理想中审判员的状态就应该是，上庭之前几乎不看案卷，到了庭上就听控辩双方说，然后当庭作出裁断。那这人不也说了嘛，在现在阶段，很难这么理想化。而且这不光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很高，他对控辩双方的要求都很高。是，确实是。你看，同样的话，我说，跟你说，哎，服务员，哎，你好，其实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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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为你怕挨宰不来了呢。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？来吧，朋友们，不打无准备支仗。花，陈一中，你就点那个最贵的，你别给我们大方事务所省钱啊，要不那钱也是让那老袁头给挥霍了。哎呦，哟，咱就要会点的点。哎呀，行，高远，于高远，哎呀，来，好久不见，记得我了呢。于高远啊，好久不见呢。你们大律师来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来了？哎，找你谈点业务啊。这不开玩笑吗？这制服都得脱了。你咋还这样呢？一捅就蹦啊！逗你呢。我现在做那个飞速业务呢，谁稀得干那个刑事辩护，又累又不挣钱的。今天晚上，于高远，咱得好好喝点吧？啊，好好掏掏心窝子。行，掏掏心窝子行，我酒我戒了。怎么还戒了呢？那早你咋不戒呢？先生，您看看这个4斤7两行吗？多少？这谁这么懂事儿啊？我小夏儿啊，你上吧，快点的，入席。好嘞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，老妹儿？小红。对，小红。我不要，你不要，你别跳，你别跳。来呀！不愿意喝酒吗？啊，你不愿意喝吗？你喝呀！来一小点，摇个。哎，行了，可以，来摇。行。我累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不等他们一起走吗？走了。别跳了，回去吧。再跳会儿吧。怎么的？现在不愿意喝酒了？你不愿意喝点酒干那犯混蛋的事儿吗？什么？我前2天见着张丽慧了，在周先生家。他怎么样？哎，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有点走形自闭了？什么走形自闭？你问你自己呀。
问我什么？我俩毕业之后没联系了。我跟张地慧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于官员，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？陆大律师，我说什么你满意？你想听点什么呢？啊？我想抽你！你打得过我吗？试试吧！啊，试试啊！啊，我打得过你吗？没事。看，喝多了。打我？打我呀！好了，是喝多了。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我跟张丽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喝多了不聊这个了，你回去坐会儿。挣钱了，吃上龙虾了，穿上西装了，来老同学面前装孙子。你喝多了别说了，回去坐着吧。走，回去坐。哎，陈一刚，我现在就在这跟你说啊，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儿了啊，虽然以前也没啥交情啊，就这样啊。哎。夏英杰呢？走了。你们没一个人瞧得上我的。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，你怪谁啊？我喝多了，失态了，把人亲了，怎么着？现在我后半辈子就是为了长安这个什么也不干了。他给我写信，我一封也没回，这不表明态度吗？我不想去影响、去干涉他的生活。现在我需要怎么做，你们才满意？你自己做错了，你还不理人家？你跟我这强词夺理，你不应该给人一句话吗？到今天你说一句话了吗？要的就是你一个说法，你不理他，那不是态度，那叫逃避。夏英杰也一样，到现在你俩在一个单位，话都说不上一句，为什么呀？我跟你刚才正眼瞧我一下吗？跟夏英杰，他现在不高兴，需要人陪，孤单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你别逃避啊！英杰，见字如面。妈妈给你寄的包裹收到了吧？里面也没什么稀罕东西，就是咱家乡的咸鸭蛋、风干肉、咸鱼，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。也不知道你现在还喜欢不喜欢这些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感觉昨天你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。转眼间，就已经在滨江工作这么多年了，真是妈妈的骄傲。妈妈真心为你感到高兴。只是，妈妈这心里呀，总是放心不下你。一个人在外面，在生活上、工作上，肯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。乖女儿，妈妈想你了。哎，梅姐，庭长让我来您这儿报道，给您当助理审判员。进吧。哎，我没什么经验，以后还请您多批评指正，别跟我客气。这庭长挺照顾我呀，知道我业务能力不行，专门派了个高材生来辅导我哈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专业资历，我都差着呢。我坐这儿行吗？坐吧。哎，我也是沾您的光，才能享受这2个人一间的办公室。小孙呢？
调到你们那边去了？嗯，对，也挺好。他爱热闹，喜欢聊天，调到你们那边挺合适。他还说舍不得您这儿呢。我这儿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一天到晚没什么大案子，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人老了，狗都嫌，领导也不待见。以后你跟着我，有委屈受了。不能这么说，咱们刑庭哪有小案子呀？不是无期死缓死刑案，也不往中级法院送啊，您说是吧？打来我妈！哎呦！求你们家生你！我怎么扫了？我也很想别打了，咱回家，你别打了！哎呦！这是资产阶级赌资派呀！啊，往脖子上戴这玩意儿，你就是个走资派。甲醛带上！放开我吧！你放开这！医生，你闭嘴！你看看是不是畜生？你觉得证据怎么样？证据确凿啊。这帮人啊，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还在那振振有词的，口供都对得上，然后现场证人也多，当时围观就100多个人，被害人的验伤报告也出来了。田淑贞现在不光是身体，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。那就没什么问题了，起诉就是了。是，我准备去现场再勘察一下，把这个案卷做扎实。哎，你这案卷做的已经很扎实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我想问问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。小陈，我跟你说过，这个案件至于检察官，就像病患至于外科医生，只要手术指征齐备了，你动手术就行了，你不用问病人怎么想的，否则你真没法干。师傅，我觉得这不对。我们检察官要是对你自己的工作都不倾注感情的话，那不成工具人了吗？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，那这公平正义怎么来啊？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案子给办出来的。那行，那你去就行了，但是就别太投入。啊，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？因为咱们科室原来有位女同志，啊，她接二连三碰的全是特别残忍的案子，她非常投入，结果等所有的案子都了结了，她的精神出问题了，到现在还在病休呢。那这个我不会，您放心，我精神不会出问题。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。行，挺好。那个田淑贞啊，长得俊，招男人，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。周主任，您不能这么说呀。嗨，这片人都知道，那老王家被他们挤得连饭辙都没了，家里还有个8岁大的娃，就喝西北风啊。他老婆梁月敏，那可能干，肩挑手提，全指他一个人了。人是好人，热心肠，就是吧，脾气不好。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，人窝囊，而且听说那个房又行，所以啊，就怕老婆。哎，杜主任。哎，来了啊！哎，来了！哎，正好，这是检察院的同志，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。哎，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人说一说。哎呀，都说800遍了，说啥？
说说你那天都看到啥了呗，白花花的。那天你们都在是吧？啊，在，那肯定在。这么大热闹没赶上，那不吃亏了吗？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。哎，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跟你干了一仗？就是我说呀，就是大家都在传啊，这孙荣他老婆长得漂亮，确实身材真挺好的。我说的是好话，他生气了，你说？确实是，比你老婆强多了。我操，你说我老婆干嘛？说我老婆我就跟你斗了。急着干什么？停手！我干嘛？我们要跟你开玩笑，我实力呗。陈哥，您没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，行吗？你替人道什么歉？我其实就是这条街上长大的，这帮人的确无赖，但我也能理解，文化水平低，生活上没别的乐趣，邻居有点事儿，他们能嚼半年。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女人衣服。我跟你说，不用找借口啊！出了这种事儿，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都没有，啊？文化水平低怎么了？那是借口吗？我告诉你，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。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？所以都在算在他们头上。陈哥，您消消气儿。对不起啊，跟你没关系。那咱吃碗面再回去，反正食堂也过点了。不是，不是咋了？不吃这条街的东西。宋小光啊，对，哎呀，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。他不用见我，我就是看看。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看看本身就是目的。啊，小文啊，哎，宋小光今天状态怎么样？他刚接受完治疗，又注射了咪达唑仑，目前正在休息呢。你看，不巧了，太不巧了。要不您改天再来？赵主任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、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了吧？那当然，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。明白，一定要保存好，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。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，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。如果罪名成立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。说多了，您先忙，先走。哎，同志，哎，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请跟我来。麻烦赵主任了，哎，谢谢。进吧。比较窄啊。没事。到了。这个啊。妈，你吃一口。他现在就这样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你看吧，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，也不吃也不喝的。我担心这么下去，他活不长。送医院呢？送了，待不住。在医院里面闹啊，见着生人就催唾沫，就嚎，医生也没办法。再说，我们是真没钱了。你先治都能索赔的。他赔我，他拿啥赔？他家要是有钱，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？他拿啥都得赔。我话就放这儿啊，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，必须赔你。人都废了，他赔，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？那天，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，我真是要把王有喜家两口子给剁了。哎，我来，妈，让开。妈，好了，别害怕，好了，不害怕，是我，我在呢，妈，我在呢。
去哪？绳子！好了好了，抱抱。我在哪？记一下，沙发、水果刀、烟。老于，这根本看不出来啊！就是因为看不出来，才要重启鉴定。检察官同志，我真的是个好人啊！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，而且我做生意从来不缺斤短两。你要不信，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。还没干过，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是他逼我的，我不就扒了他衣服吗？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？你们问了吗？啊！我刚买菜回来，然后我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主任打在一起。然后你干什么了？干什么了？别想！让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搞出人命了！你怎么跟不上王二拐的？你疯了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胡说八道了？去，给我把他爸搞过来！去！我就想，我就不过是扒他个衣服，我都真的不知道。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，我们家生意好着呢。嫂子，王哥，来，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，可甜了，您拿着，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。来，拿着，可好吃了。你听我说啊，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。开2个店，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？嫂子，您放心，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，您放心啊。来拿着，可甜了，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。王哥，我先回了啊，多吃点啊。他口口声声给我保证了的，他说不会抢我生意，可结果呢？他抢我的客人呀。后来呢？他还蹬鼻子上脸。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，又被他给劫去了。梁玉敏，你也是个女的，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，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？对，没错，我也是女的，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？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？田淑珍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，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，你知道吗？装的。我还有个8岁的儿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我是被他逼的，是他逼的，是他自找的。你没去做他们工作吗？做什么工作？就说服他们悔罪啊！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，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。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！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，哪来的悔罪啊？哪来赔偿？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？但你没去做过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人家被害人家儿子12、13岁，在自己家门口，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、欺负，他怎么谅解？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，天天就路过这儿，他可能忘了吗？凭什么谅解啊？小陈啊，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，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。对，没错。我知道你说的都对，但是这件事情上，我接受不了。
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？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。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？你这都是借口。而且我也不觉得，这不是借口吗？啊，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？哪儿的道理啊？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犯了罪，必须接受惩罚。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当你年纪大了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儿。师傅啊，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，我都不愤怒了，我也不悲伤了，那我就完蛋了。那你想好了吗？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？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，啊，情节严重的犯罪，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。不是你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。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，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。这个案子上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。弟弟啊，回家以后我往这边走，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，我就纳闷啊，我说谁丢的？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塑料袋。这边有发现。刘队，情况怎么样？除了这里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。初步判断，是张水给冲上来的。刘队，什么情况？有一帮尸体。妈，哎，妈你慢点，你慢点，别急，不一定是三花。这是我们刘队。队长，我闺女在哪儿？大妈，您先别激动，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。来，请坐。这样，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。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，我心慌啊！我这眼皮子啊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。我这2天还老做梦，我闺女给我托梦了，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，还给扔到水里了。别编了，值不了几个钱。咋了？你脚还没好啊？同志，您是钱新良吧？10天前，也就是8月的11号、12号，你在哪里？记不住了，好像没去哪儿。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？找过。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。是，
我突然捎的话，跟他谈点事儿。那，你约他来找你谈什么？谈离婚。他在广州打工有相好的，想和我离了。我说离可以啊，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，不然打死也不离。在这屋子里面谈的？不是，在河边。我不想让我妈听见。谈得怎么样？谈崩了，吵了一架。他说我就是不离，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。之后呢？他是怎么回去的？顺着大路走的，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。我没送他。几点？记不住了。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？和人打牌了，到天黑我才回的家。再道别，时光也不回首，再沉重，青春也如海流，就约定奔赴各自的路口，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。有的花等了等又流走，有的路崎岖多风雨骤，别担心，疲惫了就无从解忧。我微笑代表懂你感受，那些委屈苦痛蔓延在夜的尽头，也曾追问自己勇气还够不够。有一颗心闪烁，仿佛在问候，那是你来时许下的梦。生活的渴依旧，不再脆弱的双眸，花开无声，就在不经意的时候。平凡的路，写就不平凡的梦。我会一直伴你左